深如镜，指尖走完这一曲，来时翩翩已经，回时你恍如初心，缘分就像泡影，转身身负一定，平步青云不谢天，一败涂地不原地，人生如梦人如棋，若曾无悔的来去，对酒当歌人有心，眼前了别被流离，我想最好的结局，笑看日出西落尽，笑看日出西落尽。要杀的人是我，但是这个证据又指向葛代和额尔赫，这一箭三雕下来，最得力的人不就是布木布泰吗？可我们连个证据都没有，如何就能认定是布木布泰呢？聪明睿智的皇太极，处理国事游刃有余，对于自己的家事，却是如此的糊涂。看来这2年，布木布泰很是讨你欢心啊。不悠然，你能不能就事论事啊？你现在被他蒙蔽了，一叶障目，真假不分，我如何与你就事论事？好，你拿出证据来，大可以随意指责他，否则就不要血口喷人。你说我血口喷人？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就不要在这儿待了，去找你的布木布泰吧。不悠然，你出去，我今天不想见你。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讨论此事。劝一劝你家主子。爷，哥哥，您消消气吧，您这样会伤了贝勒爷的心的。他如此偏袒布木布泰，就不怕我伤心吗？安大礼，奴才在。咱们在外面吵什么呀？不是说了不准再闹吗？回爷的话，奴才问过了，八音说额尔赫附近发烧，想请个大夫。请什么大夫？不知道什么叫幽禁吗？是你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您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，我身为爷的福晋，难道不能来陪陪爷吗？夜深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爷放心，我不会打扰爷的，我就在这里给爷倒倒酒就好了。难为你了。我知道
爷此刻最想见的并不是我，可我还是谢谢您不赶我走。只要爷让我在这里静静地看着你，陪着你，听听您的声音，我就满足了。爷，有人。爷您喝多了，我扶您回去歇息吧。慢点儿。主子，您就别跟爷置气了。爷心里只有你一人，是半个别人都装不下的。行了，你别替他说话了，我没事了。他睡了吗？爷睡了。睡在哪儿？爷他……说吧。别吞吞吐吐的。爷他睡在布幕部太附近房里了。服侍我就寝吧。不悠然福晋，您歇息了吗？是布幕部太附近。不悠然福晋，我这么晚来打扰您，实在对不住。福晋，要不我请他进来？请他进来做什么？他爱跪就跪着吧，替我更衣。我知道姐姐不想见我，怨我，但是不打紧。姐姐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就冲着我来吧，千万不要跟爷置气啊。福晋，要不算了，别理他。今晚我看见爷一个人在书房里喝闷酒，喝醉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你，所以我就在想。姐姐是不是和爷闹别扭了？所以才冒昧前来劝一劝。福晋，他太过分了。够了，我跟皇太极的事情与你无关，你回去吧。姐姐，我们都是伺候爷的女人，看着爷借酒消愁，我真是万箭穿心般的难受。所以求姐姐去跟贝勒爷请个罪，服个软儿。我要怎么做，不用你来教我。够了，悠然，你一向聪明伶俐，明辨是非，为何独独这件事情上如此不可理喻？姐姐，算是我求求您了，别再跟贝勒爷赌气了。你说您这又是何必呢？为什么为了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，苦苦相逼呢？如果姐姐觉得跟额尔赫福晋一模一样的那只耳环还不能说明问题，那姐姐身上和豪格专用剑族一样的波浪形伤口呢？为何您不去追究大福晋，却一直盯着我不放？原来贝勒爷已经将我中箭伤有蹊跷一事跟你说了。我今日并未跟你提起过剑族一事，你是如何知道张悠然的剑族是豪格所用？我不
不蒙不泰！果真是你！今日悠然怀疑你，我还替你求情，真没想到你城府心机如此之深，心肠如此狠毒。贝勒爷，不是那样的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那我就给你个机会说说看。爷，不关父亲的事，都是奴才的错。之前我向科尔沁部例行通报我家附近的情况时，偶尔提了一句，科尔沁部来信问要不要帮忙，我竟一时糊涂，也没和我家附近商量，又没问清楚要怎么帮忙，就私自回信应允了。直到前些天夜里，奴才才知道，科尔沁部竟然派来了杀手。贝勒爷，奴才只是写了2封信，并不知道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，都是奴才的错，就请爷杀了奴才，放了我家福晋吧。好你个胆大妄为的奴才，竟然打起不悠然的主意了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也成全你。安大里在，我拉下去。是。贝勒爷，不抹不泰，你干什么？贝勒爷，扎鲁特博尔济吉特不悠然，只不过是你养在外庄的小福晋。你放着满府明媒正娶的福晋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一味的专宠那个身份低贱的不悠然。贝勒爷，你实在是有失大体。福晋，福晋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不悠然？贝勒爷，从小到大，人人都夸我是科尔沁第一美女。我出身名门贵族，又能歌善舞。可是如今呢，我深爱的丈夫，只有在他的小福晋不理他的时候，才过来看我一眼。扪心自问，我比他不悠然年轻漂亮，身份高贵。我只求贝勒爷告诉我，我究竟哪里比不上这个不悠然？够了！博尔济吉特不抹不泰，心胸狭隘，阴险善毒，扰家庭和睦，乱夫妻纲常，责令你3日之内离开府上。万万不可呀，贝勒爷！不抹不泰和小苏犯了不赦大罪，死不足惜。可您若是休了他，或是杀了他，那便是对科尔沁的极大侮辱。一旦如此，您与我们科尔沁这么多年的筹划，恐怕就要付诸东流了。贝勒爷，求您三思啊！爷，哲福晋所言极是，您与科尔沁联姻事关重大。我现在既然已经平安回来了，就不要让这件事情再扰乱您的苦心谋划了。我苦心筹划经营，就是为了能让我爱的人能够顺遂平安，从此不再被人利用。可是我如今见到你被人侮辱，叫我怎么忍？不抹不泰，限你3日之内退回科尔沁部，从此停聘改嫁，否则……爷，金蒙关系事关重大，求爷收回成命，饶了不抹不泰福晋这一次吧。月儿，你起来！我如果不让你再跪我，你今日竟然为了一个侮辱你的人给我跪下！侮辱我是小，金蒙关系是大，求爷收回成命，不然
我就不起。你起来吧。我什么都随你。谢爷，谢贝勒爷开恩，谢不由然福晋美颜。伯母不太，罚你幽禁房中3日，不得外出。小苏僭越惑主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拉下去，杖罚无事。谢贝勒爷开恩，谢不由然福晋美颜。额尔赫福晋，刺客一事，布木布泰福晋的丫鬟小苏已经认罪。爷说，这几日委屈你了。梁伯不过人心啊。爷说委屈我了，委屈我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替我解扣子。你又不是没长手，自己解。书都不让我好好看了。你与我怄气这么些日子，也不好好补偿我一下吗？我补偿你？明明是你不讲道理在先，应该是你补偿我才是。好啊，那我就好好补偿你。
珍惜。有人，你可喜欢我这般亲昵？不同心事有相同的默契，是爱情将两颗心星凝结成血脉，不论代价。想和你在一起，一辈子不离不弃。想在斗转星移之际，也能找得到你。把梦醒的预兆化为缥缈，我都会在这里陪你等黑夜破晓，会更好。还任性的我遇见最好的你，不同心事有相同的默契，是爱情将两颗心星凝结成血脉，不论代价。想和你在一起，一辈子不离不弃。想在斗转星移之际，也能你可喜欢我这般亲昵？梦醒的预兆化为缥缈，我都会在这里陪你等黑夜破晓，会更好。还想和你在一起，一辈子不离不弃。想在斗转星移之际，也能找得到你。把梦醒的预兆化为缥缈，我都会在这里陪你等黑夜破晓。阿生，阿生，你别哭。阿生，阿生，阿生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只是做噩梦。你要去大韩府了。啊？现在几时啊？卯时刚过。你睡得太少了，都怪我，昨天晚上打扰你休息了。胡说！有了你啊，我才休息得好呢。你再睡会儿，我回来带个礼物给你。好啊。来。福晋，
什么事啊？福晋，您的书。福晋，今儿个您是怎么了？从早上起就一直心神不宁的样子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这个房子里太闷了吧。奴才陪您出去走走吧。也行，走吧。这房子，不由然福晋来这梅园之中，想必也是爱梅花之人吧？腊梅淡雅，香味并不浓郁，想来能赢得不由然福晋的喜爱。果然很好闻，谢谢哲哲福晋。哲哲福晋这2年都偏居在这里。贝勒爷怎么如此糊涂，竟如此苛待福晋你？贝勒爷怎会糊涂？贝勒爷只是太过重情重义，不愿辜负那个对他最重要的人罢了。不由然福晋，有的时候我真羡慕你，不为能得到爷的垂青，只为能在这世间得到一个彼此真心相待的人。哲哲福晋，为了皇太极与科尔沁，如此委曲求全，牺牲自己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生在贵族家的女人，命运本该如此，只能有家族大义，不能有个人小情。是啊，出身名门，就要背负家族荣辱的责任，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有时候还不如奴才自由。是啊，只是我已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可布木布泰年纪还小，又对贝勒爷一往情深，误以为感情是努力争取便会得来的。若有冒犯福晋的地方，我代他向您道歉，还求您能原谅。主子，您当真就原谅布木布泰了吗？布木布泰是性格刚烈、敢爱敢恨之人，又何须我原谅？你可知这赫图阿拉城里也出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子？福晋，您这说的不是您自个儿吗？我看你这个嘴啊，是越来越厉害了。我说的是舒尔哈齐的女儿，孙代哥哥。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贝勒爷说的真没错，福晋，你总爱操心别人的事。这么小也在府里当差？她额聂是大福晋房中的小侍女，所以自小在府里当差。真是荒唐，这个年纪正是读书写字的年纪。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哈季兰。哈季兰，奴才在。你过来。
是。奴才给不悠然福晋请安。哈吉兰，我问你啊，你可有读书写字啊？那你想学吗？可我额念说，我们这些当奴才的，唯一的职责就是伺候好主子，不要想些没用的事。你额念呢，说的对，说的也不对。只有学习好了，才能更好的伺候主子。你若是真想学习啊，每日午后你到我屋里来，我教你。还不赶紧谢谢我们福晋，遇见我们福晋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了。谢谢不悠然福晋。不客气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进来吧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听说你今日教小侍女们念了一个时辰的书。他们本就到了该读书写字的年纪了，出身好坏没得选择。但是既然有机会，就应该让他们多学一点啊。你一直都是如此的温柔善良。又编排我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，可好啊？莫说一件，只要是你要的，我都给你。你可别说大话，先答应了我才是。说吧。哲哲福晋是科尔沁部落莽古斯部落的独女。科尔沁有2位福晋，既然你现在已经将布木部台幽禁起来，那么可否让哲哲福晋回到原来的寝房？我是怕闲人听到了，搬弄是非，到时候又要说你打压科尔沁的势力了，那就不好了。我近来也有此打算。这样吧，我今日便传令，让哲哲住回原来的屋子。对了，韩阿玛今日决定攻打卡尔喀、扎鲁特部。你是说韩阿玛不亲自踏破卡尔喀，他怎么也不能安心。韩阿玛他知意亲政，今日在殿前点兵。二哥主动请缨，愿领兵打头阵，我自然是无从推拒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跟你一起随征扎鲁特，那个地方地形我也熟，我肯定可以帮到你的。你这是胡闹，打仗又不是儿戏，更何况你一个女人，如何在战场上抗衡那5大3粗的蒙古兵？你乖乖在家里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我不要，你去哪儿我就会跟到哪儿的，你休想把我撇在家里。我可不要沦为你那些妻妾一般，整日只能等着你，却没有任何期盼。
这不是一码事儿。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不愿意看到你在战场上犯险。你能犯险，为何我就不能？与其在家里干着急，还不如跟你一起上战场呢。我可不想一辈子都被困在这无趣的牢笼里。你这样，就好比是用一种残忍的手法在慢慢扼杀我的生命。有人啊！皇太极，如果你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，那就还我自由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要派一个人教我习武。好。还有件事。那个叫安生的孩子，我已经让萨满做法火葬了，骨灰已经送回苏密村，你现在可以安心了。原来你什么都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你这些夜里哭喊着安生的名字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痛啊？谢谢你，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，却知道我在想什么。这就是你嫂上说的礼物吧？我很喜欢。笨女人，这就满足了？我准备的礼物还没拿出来呢，你未免谢我谢得太早了吧？来，这不是原版内穿，但款式还有翡翠的质地，都模仿的极为相似，你就将就着戴着玩吧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竟然还记得？当年你盯着韩阿玛送给阿巴亥附近那个碧玺翠玉手串，眼睛都挪不开了。我便暗自发誓，有一天一定要送你一串。当年的信口开河、任性之言，我都已经忘了，你居然还记得。你这是哭还是笑啊？你若不喜欢，那还给我。谁说不喜欢了？这要是你喜欢的，无论是什么东西，我都一定给你拿到。你若不喜欢，我这些年的隐忍辛苦又有何意义呢？你要怎样都好，只是不许你再离开我。不离开你。福建，你有什么想使唤奴才的，就直接说就是了。奴才不敢教你，也不敢伤你。什么？你不敢教我？那怎么行？你必须教我，还得教会我。不如，我们就试试这个吧。看招！姑奶奶，这长矛比2个你还高呢，你怎么举得动啊？来，给我啊！哎，不成，这差事不是要奴才的命吗？啊，这么重？哎，这个轻便，练这个吧。
来吧。爷，正白旗兵将名册都在这儿了。我让你悄悄备好一支小分队，都备好了吗？都吩咐好了，挑的都是队里拔尖的。你给我找城内最好的兵器工匠。奴才明白，全比照着爷您的武器标准去做，挑最好的材质。这是样式。此短刀为女子所用，长短必须控制在2尺1寸以内。男子刀刃往往求重求稳，动辄100-10斤，而此短刀方便随身携带，需10斤以内。材料以柔钢为宜。是。去吧。奴才失手，请福晋降罪。没事，我伤了痛了都不怪你，但要是教不好，我才要罚你呢。再来！叫做遗憾，别执迷，别纠缠。我站在缘分这端，遥望着爱情彼岸，不寂寞，不孤单。思念才剪不断，惆怅里还乱，悲喜放一旁。真心一人一半，要用一生浇灌。长路漫漫，要绕多少弯？离合悲欢，聚或散。我多想陪你把谎言看穿，心斗转，不变换。多少期盼，多少感叹。这世间有多少爱被流传？长路漫漫，要绕多少弯？离合悲欢，聚或散。我多想陪你把谎言看穿，心斗转，不变换。多少期盼，多少感叹。这世间有多少爱被流传？最精彩的爱叫做